为什么伊斯兰教各派要互打？揭开千年世仇的真相。第2章，世仇或权谋。前言：打破千年世仇的迷思。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在上一章，我们回顾了伊斯兰教分裂的历史血泪，从先知逝世后的权力真空，到卡尔巴拉战役的悲歌，我们看到了逊尼派与什叶派如何走上不同的道路。当我们打开电视，看到中东地区连绵不绝的战火，新闻里不断重复的炸弹攻击与难民潮时，我们的直觉反应往往是，这就是宗教狂热，是逊尼派和什叶派1000多年来解不开的死结。我们很容易将这一切归咎于那场古老的继承权之争，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巨大的迷思。如果我们把当代中东的所有冲突都简化为千年世仇，那就太低估了现代政治家与独裁者的算计能力了。在当代中东，教派冲突与其说是神学上的无法妥协，不如说是各国政府与政治团体为了争夺地缘政治霸权、资源与生存空间而精心操弄的一张超级王牌。今天我们就要拨开宗教的外衣，深入探讨当代中东冲突的底层逻辑，看看这场被包装成圣战的政治博弈究竟是如何运作的。第一部分，权力真空与被操弄的身份认同。要理解现代中东的乱局，我们必须把时间快转到20世纪初。曾经统治中东数百年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崩溃。英国与法国等欧洲列强就像切蛋糕一样，用一条条笔直的人工国界，在地图上画出了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现代国家。问题是，这些国界完全无视了当地复杂的民族与宗教分布。他们把逊尼派、什叶派、库德族强行塞进同一个国家里，这不可避免地埋下了未来冲突的定时炸弹。在这些新兴国家中，独裁者们发现，要维持统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分而治之。他们刻意挑起教派矛盾，将某个教派塑造成国家的敌人，借此凝聚自己基本盘的忠诚。以伊拉克的萨达姆海珊为例，他本身属于逊尼派少数，却统治着什叶派占多数的国家。为了巩固权力，他残酷镇压什叶派，将他们描绘成伊朗的第5纵队。在这种高压统治下，我是逊尼派或我是什叶派不再只是一个信仰问题，而是攸关生死存亡的政治标签。宗教身份被彻底政治化了。当独裁政权垮台，例如2003年美国推翻海珊政权，原本被压抑的教派矛盾瞬间爆发，形成巨大的权力真空。各方势力为了填补这个真空，便毫不犹豫地打出教派这张牌，号召信徒为资源和权力而战。第2部分，冷战阴影下的代理人战争。当各国内部因为权力真空而陷入混乱时，外部的区域强权立刻看到了机会。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中东冲突的第2个核心本质——代理人战争 （Proxy War）。在现代中东，沙乌地阿拉伯逊尼派的领导者和伊朗什叶派的守护者正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中东冷战。这2个国家争夺的不是哪一种神学解释更正确，而是谁能成为波斯湾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霸主。他们不会直接向对方宣战，因为代价太高了。相反的，他们透过支持其他国家的教派武装团体来打代理人战争。在叙利亚内战中，伊朗全力支持同属什叶派分支的阿萨德政权，提供资金、武器，甚至派出革命卫队。而沙乌地阿拉伯则资助各种逊尼派反抗军，试图推翻阿萨德，削弱伊朗的影响力。在也门，伊朗支持胡塞武装，而沙乌地阿拉伯则直接领导联军轰炸胡塞武装，试图保护自己南方的边界安全。在这些国家里，无数平民在战火中丧生，但背后的操盘手却在远方的宫殿里计算着地院政治的得失。
宗教在这里只是一种用来招募战士、激发仇恨的动员工具。第三部分，石油资源与生存空间的争夺。拨开宗教和政治的外衣，中东冲突的最底层依然是人类最古老的争夺。资源，中东拥有全球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这些资源分布的区域往往与特定教派的聚居地高度重叠。例如，沙乌地阿拉伯东部的产油区恰好是该国什叶派少数群体的集中地，而伊拉克南部的庞大油田也主要位于什叶派的控制区。控制了这些地区，就等于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因此，许多看似因为教派差异而引发的冲突，其实是为了争夺油田、水资源或关键的贸易路线。此外，对于许多中东国家的底层人民来说，他们加入教派武装团体，有时甚至不是因为狂热的信仰，而是因为贫穷、失业和对政府腐败的绝望。当国家机器无法提供基本的安全和生活保障时，这些宗教武装团体就成了他们唯一的依靠，提供食物、薪水和一种虚幻的归属感。第四部分，极端主义的崛起与变异。在这种长期的权力斗争、代理人战争和资源掠夺的温床中，极端主义开始滋生。这也是现代中东冲突中最令人畏惧的变异。我们熟悉的阿尔卡伊达和黑旗组织，他们自称是逊尼派的捍卫者，但他们的行为却遭到了绝大多数主流伊斯兰学者的谴责。他们将宗教教义极度扭曲，用来合理化屠杀、奴役和极端暴力行为。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打击什叶派或西方国家，更是要摧毁现有的国家体系，建立一个由他们绝对控制的哈里发国。在黑旗组织最猖狂的时期，他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占领了广大的领土，并残忍地杀害了无数的什叶派、库德族，甚至是不认同他们理念的逊尼派穆斯林。这些极端组织的出现，让中东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收拾。他们的存在也给了区域强权和西方国家一个完美介入中东事务的理由。结语：看透迷雾，找寻真相。总结来说，当我们再次看到中东的战火时，请不要轻易地用千年世仇这4个字来概括一切。没错，7世纪的那场继承之争确实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但今天让无数家庭破碎的炸弹，并不是1400年前的人投下的。这些冲突的本质是现代国家为了争夺权力、地缘霸权和石油资源所进行的冷酷算计。宗教只不过是被用来包装这场政治斗争的华丽外衣。但讲到这里，我们不禁要思考一个问题：既然这些政权领导人、宗教领袖和幕后黑手骨子里都是精明的政客，那为什么到了20世纪中后期，整个中东社会却突然陷入了极度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狂热化 （fundamentalism）， 甚至接二连三的出现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极端组织？这背后其实隐藏住一条鲜少人注意到的历史脉络。这股思潮在1917年开始向全世界蔓延，在1950到1970年代达到顶峰。这股犹如病毒般的思潮也如狂风般地吹进中东各国。究竟是什么样的无形力量，让那些高高在上的传统神职人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灭教危机，进而引发了激烈且彻底改变现代历史轨迹的保守派大反扑？下一集我们将再把视野扩大，带您找出这个真正引爆现代伊斯兰极端化、隐藏在幕后的幽灵。我们下集见。